月亮终于出来，那我们就好好做月饼，好好过中秋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，一同染指。不管是在益州还是在南诏，我们看的都是同一轮月亮。既然祭不成信，便以明月寄相思吧。以明月寄相思。以明月寄相思。那我们过节吧。会做月饼的，快来跟我和平儿一起做月饼。喜欢花灯的，找我来领。其实我们家做月饼比这讲究多了。我们家和面省一共3个，就做馅儿的省5个。咱们就说这个面皮儿，面皮儿就要叠上那个9981次，每叠1次呢，就要抹1层猪油，这样烤出来的月饼才酥香松软。等咱们回去之后，第一件事，我就要带你回家，尝尝我们家特别好吃的月饼。继续说。啊，还有馅儿，馅儿也挺多的。那就我来说吧。啊，14。我喜欢你。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确实不是我想嫁的那种人，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想到你就会想，觉得害怕的时候，就忍不住想你的名字。34。我喜欢你，不管未来如何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亲啊，可以行。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，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，更自由，
更肆意，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。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它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。你好狡猾啊！因为我想活着。月饼，我买一个。我们自己做的月饼不卖，送家人，送朋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送我的？嗯，谢谢。哎，你好吃。我师傅也说过，中秋赏月，想念家人。那你师傅还说过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他就是没说过，益州的女人如此狡诈。哎，我问你，益州好吗？对我来说，那是最好的地方。我在那里长大，那里有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么好奇，怎么不亲自去看看？真是我好奇了，我不好奇。你穿南诏的衣服，却研究益州的丝，就是因为你喜欢，你好奇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你是不是有益州的邪术啊？只有心无杂念的人，才能染出这么好看的颜色。我是益州人养大的，但是我终归是南诏人。我想去益州也去不了呀。你的衣服之所以和别人不同，是因为你结合了南诏和益州的染织技术。益州和南诏不一定要相互猜忌、打仗，其实是可以像你衣服一样交流融合，是可以做朋友的。这个是我做的香包，防蚊虫的，是送朋友的。杨绛来送你的礼物。你见过他？他在哪儿啊？他伤得怎么样啊？他还活着。他让我给你带话，说平安，勿念。这是我们刚做的月饼，益州人人人有份。不必了，我全家都被牛翦杀了，萧炎可能这辈子都团聚不了了。
兄、阿娘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等着我，等着我们。我和杨静兰一定会回去。莹莹，别嫌我做的丑啊！送你的那个已经是最好看的了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杨警官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呀？想不到你偷偷骗我，竟会有药！是啊，本王知道，对杨警官严刑拷打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啊，本王只能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法来撬开你的嘴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我说了，你会信。计划就是让你亲自把我送出这里。杨金兰，你别忘了，现如今你在南诏，无论你怎么布置，你都飞不出本王的手心。他的眉宇间应该是含笑的，他的手腕应该是纤细且柔软。放下，一点儿也不是！放下！你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、在撕咬你？总有一天会忍不住疼痛，喝下那瓶带着药的水，然后放上你所有的尊严，对着本王摇尾乞怜。你当我是赵秀元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，只有药水陪着你。无论你的骨头多么的硬朗，他们都会自己折断。杨警官，你好生休息。本王
过几日再来看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，回到益州。等我。婷儿，哎，非得是你吗？你一向不善言辞，不与人争抢，难道这次非得由你出面去劝阻牛瑾吗？阿娘，江人被掳，锦业本就元气大伤，牛瑾非但不体恤民情，反而横征暴敛，逼迫我们交纳更多的赎锦岁贡。再这样下去，锦业必衰。得有个人站出来，告诉他不能再这么做了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只是茵茵在南诏，安危难料。若明日你再出什么事儿，我会暗中保护她的。不，玉娘，你不能去。若是你被抓了，我就真的没有力气再做任何事了。你们放心，牛瑾虽然残暴，但是他也知道把我们逼死了，对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婷儿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啊，放心吧，阿娘。我等你回来。那我们敬明月，敬中秋，愿家家团圆，平安。诸位先生，季家的锦已经送进去了。辛苦吉兄了。哪怕阁下再辛苦，这些锦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岁贡数目。我一会儿能否同诸葛先生一起去拜见牛将军？我们须得有人站出来言明，益州锦业不宜杀鸡取卵。实不相瞒，我和诸葛先生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们还未进去，于叔于前辈便拦住了我们。于前辈自己进去了？是啊，他说只要他还活着，这些事就轮不到我们这些晚辈。在国郎君，元帅让你们进去。那于掌柜的意思是，本节帅的岁贡要多了不是节帅要多了，是当下益州锦业职工流失，元气大伤，暂时不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见过节帅。方才于掌柜一直在同我说各位现在都不容易，职工少了，丝线贵了。总之呢，意思就是我岁贡要多了。节帅，他们都还年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自然就看不到如此下去对锦业就如同杀鸡取卵。我等并非是不想孝敬节帅，实乃我等是想长久的孝敬节帅，才希望节帅能高抬贵手，细水长流。我又没问你，我在问他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下官翻过记载，历史上益州锦业断过5次，2次是因为战争，而另外3次都是因为守关的岁贡过高。
你们俩呢？节帅恕罪，倾我杨家之全力，夙兴夜寐，也未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若是锦业兴盛之时，或能凑齐，只是如今锦业本就凋敝，实难从命。唉，其实呢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赚钱的法子有很多，那我为什么会独独钟情于蜀锦呢？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得厉害，父母早亡，我与阿兄相依为命，同在一个富贵人家做工。阿兄不小心把那家夫人的锦衣弄坏了，就被活活打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若日后富贵了，我定要依锦而行，视锦绣为玩物。哈哈，好了，随便唠叨两句啊。行了，既然都觉得我要多了，那本节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年的岁贡就这些吧。多谢节帅。哎，于掌柜，于掌柜，刚才我的话没说完。我之所以要依锦而行，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锦上忤逆我。下次不能比今日再少了，也别那么多废话。于掌柜，我于家谢了。于家别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日，便会照样于家一日。别怕，来日方知。于掌柜，来日方知，我们得早做打算。这是今日清平关呈上来的折子，皇帝请看一看。节度使穆辉不是我杀的，是牛鼎栽赃陷害。还请王兄明鉴。无论栽赃是真是假，穆辉旧部打着报仇的旗号骚扰我南诏的边境是真，百姓众说纷纭，惶惶不可终日是真。请王兄给臣弟一些时间，查明真相，昭告天下。启禀王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再等了。现在唐军并未与我正面交锋，只是叫嚣着要潜入我南诏的都城，就像当日白王在益州一样对待我都城的百姓啊！如果再等下去，百姓定会纷纷逃亡，到时我南诏可就乱了。
这唐兵以复仇的名义作乱，恐怕现如今最不安全的便是王帝你。不如这样，你迁入姑的行宫，那里毗陵山海，人迹罕至，又易守难攻。且姑会派兵前往，昼夜巡逻，保护你的安危。臣弟还有一人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慕徽旧部，慕徽旧部，哪来什么慕徽旧部？全都是你搞的鬼！按照牛瑾的秉性啊，这帮人不是被他收了，就是被他杀了，哪来这么多人来南诏报仇啊？是没有。你怎么不去跟你的皇上去说？是因为他觉得不重要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结果。如果我能平息边关之乱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本王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你如何平息边关之乱呢？第二，这边关作乱之人是些什么人呢？给我碗干净的水。他们不过是我的一些故友旧交，我会告诉他们，祸乱益州的真凶是牛瑾，然后让他们去长安，请朝廷来处置牛瑾。如今忍了行吗？好，那说说，你想要些什么呢？我要带一个人走。他织锦尚未完成，他不会跟你走的。此事根结，由长安决策。丧事死郎是国舅爷，在长安，他的话比我有分量。太子不方便做的事，他的姐姐娘娘，还有兄长们方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写一封亲笔信，承认你与牛瑾有勾结，随便你怎么写，怎么批评自己。我要让朝廷决定，牛瑾与你有私交。好，本王也答应你。第三，临走之前，我要与我夫人见一面。第四，梁警官，你的要求未免多了一些吧？
第4，你1年之内不准碰季莹莹。这不是益州金官与南诏白王的约定，这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。你敢吗？本王答应你。哎，那个，我说了多少遍了啊，一定要等水沸的时候再放丝。你怎么又提前放了？你看看这颜色对吗？你脖子上顶的那个是木头吗？这不是你们益州的蚕丝，就得按照我们南诏的染法染。你是听不懂啊，还是听不清啊，还是傻呀？谁傻呀？谁听不懂啊？蜀锦就要用蜀地的方法染才对啊！你做的是南诏的锦，用的是南诏的蚕，你就得按照南诏的规矩来。南诏有好蚕有好锦吗？用南诏的方法。我做的都是好蚕，我喂的都是宝宝的。哎呦，二位莫要争吵，我刚设计了新图案，既需要蜀地的颜色，也需要南诏的新色，莫不如二位都试试，咱们拿结果说话，如何呀？行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看到匠人和木头的区别。真木头！哎，不是莹莹，你看这个糟糕的南诏人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有礼貌有风度了。你看，艺术交流嘛，免不了切磋碰撞。行，跟他好好切磋切磋。莹莹，我们合作之间可好呀？好，在这里我们不计前嫌，一切只为织锦回家。那我去设计新图案了。有劳。季娘子，有人想要见你，请。本王说了让你见，但是并没有说怎么见。季娘子，谁将情丝都写成告白，藏在眼神中娓娓道来。缘自抽丝剥茧出意来，那就猛虎而花开。茫茫眉宇之间的沧海，心若孤舟向着你驶来。纵然时光总生了青苔，在回忆里重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杨金兰所铸下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弃。
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莺飞草长，崎岖树道外，水色涟漪和随听风来，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，就连泪也分成一彩。杨警官，事不宜迟，你可以上路了。二位，过了这望京驿，便是大唐的地界了。后面的路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二位的造化。告辞。不是你，这是一看啊，袭击他们边关的人被你劝走了，他们便撒手不管。这南诏人是这么奸诈呀？这是人干的事儿？史策，前面的路就靠我们自己走了。你怕吗？哎呀，怕也得走啊，也都答应平儿了，要安安全全、风风光光的接他们回来。杨老三，你比爷聪明，这条路怎么走听你的，你不用管我，给我留条命就行。放心吧。杨敬林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么没礼貌呀！见到我不知道叫阿兄。行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个逃犯身份，这前面关卡重重的，打算怎么去长安呀？所以，阿兄有办法。现在知道叫我阿兄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自从知道你去了南诏，阿爷便组织了一支商队，我们一直等在前面两邦交界处的驿站里。你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启程去长安。对了，给你做的新闻碟，拿着。与逃犯同路，阿兄就不怕被牵涉其中吗？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不愧是我们杨家人，我佩服你。但是我也姓杨，忠孝仁义我也学过。这一周，不光是你家，也是我家。谁不想回家呢？好啊，那咱们兄弟速去长安，一起回家。走，回家。走，走。这。这已经是用最有韧性的蚕丝制成的剑了。接下来由你来演，看看它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南诏剑。图案清晰，色彩明艳，花型饱满，织造没问题。过碱水而色不退，鲜艳如初，染色也没有问题。最后韧性的部分，我来演。我来，
我来，轻点，你们轻点。我来轻点儿。陈木头，你使那么大劲干嘛？这做了几个月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不小心呢？正常的锦是经得起这样的拉扯的。它断了，是因为我们又失败了，还是不行。蚕丝还是不够坚韧，不过比一开始好多了。我们再努力努力。我们已经努力那么久了，还是那样的结果。1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再织不出来，我都不晓得自己在期待些啥子。金娘子，这就是你在营池的房间了。以后在染织上有什么需求，可以随时找我。英英，英英，真是呀！英英，你挺好的吧？盛梦泽他有没有对你？对，你们先聊，我把你们看着。啊，快坐，先坐。我简短说，有时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但益州才是我的家，我不会违背自己本心。我们都明白，你是为了救我们的命，才去做王妃，去治南诏锦的。我也知道，这都是权宜之计，你肯定不会去做的。我绝不会去做王妃，但是南诏锦，是我应了南诏王的，一念之期，不假。不是，我们真要为他去织锦吗？那南诏人把我们掳过来，把我们当成俘虏，阶下囚，我们就应该认命，从此以后为他们卖命吗？可是不知能怎么办？不知我们会死的。英英，这不是你的性格呀。你是来了南诏以后变了吗？是盛梦泽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吗？我们以为你来是给我们想办法，带我们去反抗的，不是让我们去做奴隶的。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待宰的羔羊，没有一点办法，唯有一赌。所以，我跟南诏王做了一个交易。是林洛，又来斗了！快走！事是为了白王着想。白王要是1年之内织不出锦来，就会被送到大唐处理。若是那有骨气的人呢，干脆就不干了。到时候，
和罪魁祸首一同赴死。哎，干什么？要不要？别！哎，算你走运。让开！没事，自从那天巨浪的杀人，他就害怕霸道的声音，我们总是这样吓他。你刚才拿出来那东西是真的吗？我们真能回去吗？那确是南诏王亲笔所写。你是怕生丰泽织不出锦被处死了，到时候你就做不成王妃了吧？你放屁！你一是怕我们被牵连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注意点啊！大家可以自由选择，但我只想活着回去。我想活着见到我的阿娘和阿兄。来，小哥，走，走着。金娘子，这清平关的人可没那么好对付。我若是你的话，就避而远之，专心织锦。我正是因为想专心织锦，才不能虚图之。锦为首，人在锦之上。我先要在乎的是人。走。行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想。你们这几天到底还经历了什么？是不是就算赤虎留下，也不能阻止杜衍他们刁难你们？清平关害的那位守卫长，明争暗惩，羞辱折磨大家。只要无关生死和染丝，赤虎是不会管的。所以现在大家要么就像三郎一样，心里有气但没有办法；要么就和六郎一样，委屈或者麻木。怎么又这样啊？这也是守卫长他们干的。谁？对了吧？我14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没休息呢。那个三哥不好意思，让我来送2条被子，方便吗？快去！看来他们不是一次做这种事情了，我得想个办法把他干掉。什么？干掉？嗯。好了，不早了，你快回去睡吧。不，谢谢你们的被子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们那边被子够吗？我们够。他刚刚给你那个眼神，是让你看住我的意思吗？默契见长啊！这段时间，他帮了我很多。患难见真情。患难见真情。那如果患难过去了，真情是不是就会消失啊？不会。
月亮要圆了，好像快到中秋了。中秋，从离开益州开始，我便每日从衣上扯下一根丝线，每10根结成一束。我们已经离开1个月了。丝线。苍儿啊，我都已经这副模样了，还能害你不成啊？你从益州来啊？嗯。我家人可好啊？牛瑾现在统领着益州，然后呢？牛瑾说，是你赵家勾结南诏，将南诏的兵马引入城内，他先斩后奏，将你赵家上下无一幸免。杨静南他说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说，还是不够信任我。不过我认为，他为什么来南诏，他的内应是谁？即便他不告诉我，他定会告诉英英的。他想跟季英说什么呀？平安，勿念，就这么多。啊，也对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。是，王爷，不如此事，咱们从长计议。过段时间，你再找个别的理由让我进去，咱们再试试。对了，送进去的饭菜和水，他吃了吗？他应该是察觉到了问题，每日只吃最少的量，维持能活下去。嗯。那你呢？
你吃了吗？我既然决定与王爷合作，定会相信，日后王爷会把解药给我。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解药，这个药越吃越想吃，一日不吃啊，就会像千万只蚂蚁在啃食，痛不欲生。等到它疼得受不了的时候，就会放下尊严，臣服于我。那赵猛，赵二郎君不用紧张，赵二郎君从今日开始就不必吃了，不碍事。你我是同路人呐，本王不会害你的。谢王爷。赵某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恳请王爷善待我那被您救出的家人们。本王既然救了他们，自然会善待他们。做牛做马，在所不惜。你还想要什么？一并说出来吧。赵某别无他求，只想在王爷身边踏实做事，做南诏的人上人。毕竟这样，还能够时常见到莹莹。想效忠于本王，没那么简单。他必须得听话。本王的血枣。本王知道，让一个人弯着腰，实属不易啊。跪下吧。新娘子，有人找你。天不怕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南诏的织机固然精巧，但只能织出宽不过7寸的锦缎。这花楼织机是大唐独有，织出来的纹样更精细，更有光泽，手感也更平滑。这是我们南诏的丝绢，这还是你的衣服给我的灵感。南诏的纺织业有自己的特色，我们既然要做南诏锦，是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。所以就根本没有什么天不怕。你为什么约我来这里看这些？想要织出上好的蜀锦，需要上好的蚕丝，精心的染色，精美的纹样设计和优秀的织工。天不怕
不是一种业责，是一套完整的流程，是大家的齐心协力。这，就是我的天不怕。区分一个谎言的好与坏，那是要看他骗你到底是为了你，还是为了他自己。你会来，是因为你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，是因为你太爱那些蚕，爱景。我说过，我和你不是一种人，咱们不可能同路的。你去找盛丰泽同路。我跟他没法同路。他想留下我，但我想要回家。若是我们织不出锦，就都会死。干嘛呀？用情感绑架我啊？当初我师母被抓走，也没有人同情我师父呀。嫣嫣，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。这是我用1周的法子染的南诏丝，你瞧瞧有什么不同？你要是不想瞧，扔了也没关系。走吧。赤虎护卫长，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七娘子这手艺果然不一般呐。可这我不敢收啊，这。我也没说要送你啊。这快过中秋了。中秋在我们家乡是家家团聚的日子，可如今我们回不去，我便想在营中给大家过个节。想劳烦你将那些都卖掉，帮我买一些过中秋需要的东西，那剩下的钱都归你。哎呀，你其实可以禀明王爷嘛。他应该能准许的。无关染织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自己解决。自己解决？可你们拿的是白王买的丝线，你们这叫什么呀？啊，狼狈为奸，中饱私囊啊！赤虎护卫长，你就亲自向你们王爷交代吧。来人，把这些织更给我带走。是。慢着。守卫长，你可知这绒花价值几何呀？几何？赤虎护卫长是知道的，这绒花在1周就价值不菲，而今在南诏更是稀少之物。对，这价格得翻好几倍呢。这东西这么值钱啊？自然。守卫长可想分一杯羹？哎，金娘子，这可不行啊！他凭什么分一杯羹啊？对呀，莹莹，不行啊，不能跟他合作呀！既然没发现了，只有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。闭嘴！合作？我说过要跟你们合作了吗？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上交了呀。不合作也无妨，只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往出卖，
就算您上交上去，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献给白王的礼物。我就是觉得有利不赚大傻子吧。唉，这东西这么值钱，卖出去不会被发现吧？内容花上面没有记号，也没有提名，谁知道它的出处在哪儿啊？怎么分？他6，你3，我要1分用来买花灯和做月饼的工具。凭什么他比我多1倍？按顺序，他比你先；按交情，他比你少折磨我们一些。就按能力，他也比你好往出运呢。东西我来运，我6他3，否则免谈。生意可以不做，但规矩不能坏了。他5，你4。我5，他4。那这得问问赤虎护卫长的意思了。行，你5，我4。真的要这样吗？清平官不是要为难他们吗？一码归一码，钱我要拿，为难的事儿照样做。送出去吧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走。告诉他，本王也不喜欢在自己的地盘上有别人家的狗天天在那叫唤。不过倒是可以借这个绒花来将计就计啊。对了，他有提过杨静兰吗？未曾问我。基因曾经为了他父亲复仇，忍了10年。就以他的性格，嘴上越是不说，心里越是牵挂呀。忘掉一个人，确实需要一些时间。虽然本王杀不了杨景兰，但可以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个给我。莹莹，你找我们过中秋啊？我准备了一些做月饼的模具，还有桂花酒，还有花灯。一会儿大家想点花灯点花灯，想做月饼做月饼。你想回家？中秋是团圆的日子，我们却待在那种鬼地方，哪有心情过节啊？难不成要我们把那点当成家吗？不，我是希望大家从对家乡的思念中汲取一些力量，振作起来。我们能团结一心，早日离开这里，早日回家。莹莹，莹莹，那个前2天我跟你说的话有点重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关于给南诏人织锦的事儿，我想了好几天。你是对的，可是我还是不甘心，就这么被他们奴役着。我也担心，人一旦跪下了，就算我们回到家乡，怕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就像今天的月亮，被云遮住了，就不亮了。来了！来了！来了！我全都叫上，挨家挨户叫，没有一个缺的。那我说2句啊。
今天不是中秋佳节吗？月圆之夜，我们……虽然没有月亮啊，但是呢也不重要，我们大家在一起过个节。没有月亮，证明这个中秋节你们也不配过。哎呀，景莹，你们不在染之，在这聚众闹事儿，还伙同外人偷运物资，属实愧对南诏王对你的信任啊！实则欺君，罪责当诛。不是，这些东西分明都是你让买的，那个还有那个，你有证据吗？人都是我叫来的，东西也是我买的，跟音乐无关。不是的，东西是我买的，和他无关。都给我闭嘴！季未英，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你现在自身都难保。好，既然你们现在这么团结，都一并抓出去砍了。是，慢着。守卫长，你来的正好。申公子，我知道你在，出来。好，贩卖绒花的事儿我认，但那是我托人从益州买的，与这益州正人无关啊。那绒花名唤朱颜驼，我可是清平关的人，您罚我认，但是你怎么能招认这些益州奸民？谁是贱民？啊，谁是贱民？谁见你？谁见你？谁见你？兄弟伙，谁见你啊？谁见你啊？喜欢你，是不是？你喜欢偷盗，喜欢女人啊？你脑子里有油是不是？喜欢偷盗，喜欢偷盗。
本王殿下，我们既在这里织锦，可否应该给我们相应的做工条件？可以，你想要些什么？第一，这里的看守只能限制我们不离开此处，不得干涉其他，不得辱骂责打匠人。好，本王同意。第二，匠人一应生活所需，须得比照益州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并有所依。那是自然的，本王也同意。最后一个，还请允我们一人写一封家书回家。这一条，本王可能答应不了你们。你们是有所不知啊，现如今的益州是牛景说了算，他自封节度使。别说是南诏的书信了，就是长安的书信也是送不进去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对益州的景业横征暴敛，现如今这益州匠人啊，过得比你们可差多了。所以啊，本王觉得先不要回益州了，好好在南诏待着吧。可益州再乱，那也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终究是会回去的。你知道本王为什么不趁着今日这么好的机会，把杜衍的人给赶走吗？如此精致的物件，当真是职工营做出来的？是啊。不过，虽然这个绒花精巧美丽，但也比不得蜀锦，价值千金呢。多少绊子，只有让他与你同赏同罚，他才不敢轻举妄动，才是真正的车主。你是懂本王的，因为你我是同一种人。那为什么你总是要摆出一副我是坏人，你是好人的架势，来远离我呢？今日之事，多谢。我们还要过节，王爷请便。
王妃就不想邀请本王一起吗？王爷怕是忘了，我们是为何会在此过节。